耶伦返程当天，一位大人物的专机降落北京，我国高规格接待，接下来或许有大的动作。大家好，我是肖银华。这几天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，莫过于美国财长耶伦访华。现如今，美国财长耶伦已经结束访问，返回美国。然而，就在耶伦返程之际，一位大人物却在当天访问了中国。据俄罗斯报道，应中国高层邀请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主席马特维延科将于7月9号至12号率团访华，并出席中国全国人大与俄罗斯联邦会议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。看到这里，可能有些网友对这位马特维延科女士不太了解，先简单介绍一下她是何人。首先，俄罗斯立法机构分为上院和下院，统称为俄罗斯联邦会议，这点跟美国国会是相类似的，其中上院是俄罗斯联邦委员会，下院是俄罗斯国家杜马。根据俄罗斯的政治结构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被视为仅次于总统和总理之后的实权人物，也就是说，这位马特维延科女士是俄罗斯政府最具实权的3把手。相比美国财长耶伦，他的政治地位高出一个级别，所以前面我们说他是一位大人物。这样的人物访问中国，我国给予的接待规格也非常的高。从现场视频来看，不仅有专人送上鲜花，各路记者云集，更是派出了人大副委员长接机。这样一对比，美国财长耶伦访华时的接机现场规格有很大的差别。这位俄联邦委员会主席访问中国有何目的呢？在今年3月份，我国最高领导人访问俄罗斯，随后的中俄元首联合声明中强调了两国立法机构深化合作的重要性。那么马特维延科作为俄联邦委员会的主席，是俄罗斯立法机构的领导者，这次他访华自然是对接我国立法机构，也就是人大常委会。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猜测性的结论，马特维延科这次访华与加强中俄立法机构的合作有很大关系。事实上，从立法层面加强中俄关系，这无疑是重要的事项，也是优先事项。毕竟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，都强调依法治国的重要性，在对外关系上也要依据相关法律，这就涉及到立法机构。为了更好的发展中俄之间的关系，加强中俄两国深度的合作，立法机构的交流或者出台相关的法律条文是非常有必要的。那么我们把话又说回来，除了这件事以外，另外一件涉及中俄的事项也值得关注。近期2艘俄罗斯军舰访问了上海，在访问期间，中俄两国海军官兵举行了一系列活动，比如相互参观对方的军舰，举行军官座谈交流会。通过这一连串的友好活动，中俄两军合作得到进一步的提高。那么把这件事结合俄联邦委员会主席访华一起来看，是否可以认为接下来中俄两国会有一些大的动作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我认为是值得期待的。因为在国际动荡的大背景下，无论是什么层面的合作，对中俄两国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咱们下次见。